那上集呢，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如何在冲绳自驾还有琉球的一些小历史。那这集呢，就让我们继续解锁冲绳之美吧。那不知道呢，大家和我是不是一样？就是我们每次到海岛的时候呢，都很想要跳到海里面，但是呢，又会担心语言不通呢，会有安全上面的疑虑，然后会有点踌躇不前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去浮潜或者说去深潜。那今天呢，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真的是急推的一个潜点，那就是冲绳蓝。这是一群由台湾人经营的潜水店，所以说在语言上呢，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。而且呢，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 LINE 来跟他们及时沟通。然后教练呢人也蛮好的，重点是呢，在海里面这个拍照技术跟录影技术蛮棒的，然后收费也很合理，所以我们真的是推荐给大家。不过不要担心，就是呢，我们没有收他任何的业配，我们实际上去体验，然后觉得真的很棒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。好了，总之呢，新的一天呢，我们将出发，就是冲绳最有名的潜水点青洞。那这里呢，可以选择用浮潜或者说深潜的方式。那我们这边是选择使用浮潜啊，然后换上装备，基本上就要准备出发海里喽。那由于昨天呢，我们被这个冲绳的天气基本上是快被热死了，因此我们是选择不穿水母衣啦。不过呢，如果实际上大家来这边的话嘛，还是建议大家呢，就是还是穿一下水母衣比较保险，不然如果你遇到大量的水母，那就会很尴尬了。那冲绳的青洞呢是世界唯二的青洞，另一个呢是在意大利，然后呢你要划船过去，而且你还要去躲它那个洞窟非常矮的那个洞的那个天花板，所以是蛮难倒的。但是呢，到冲绳的这个青洞呢，就是非常的容易抵达，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来了，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来这边。那前阵子其实我去薄荷岛玩嘛，我会觉得说，基本上应该很难可以让我再有那种这么大的经验吧。不过实际抵达，我发现那样的美真的是仿佛不在人间。那建议大家就是，如果你要来的话嘛，要早点来，因为人潮真的蛮多的。不过其实大家都蛮守规矩的，在排队那个打卡最没错的地方呢，也不用晃很久，大概5到10分钟就够了。然后除了呢，我们可以去体验青洞之外呢，教练还带了一些小面包，然后呢，让我们去喂鱼。那在这个时候喂鱼真的是快被鱼吓死了，这些鱼超级激动，而且完全不怕人。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怕它们，但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没什么危险性的，而且教练呢都会帮我们注意相关的安全，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鱼类靠近我们。所以总上来说，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体验。结束后呢，我们去教练非常推荐的三明治店，然后非常的好吃，然后推荐大家都可以来哦。对了，
冲绳蓝呢，或者是刚刚所提到这个非常推荐的三明治店呢，我都会把它的联络资讯放在下面，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。那紧接着呢，我们就去到了 Airbnb 的这个秘境沙滩。有的时候我觉得快乐其实也蛮单纯的，就是呢，你可以找到一群人，然后跟你一起疯，然后呢，不管这个世界一些条条框框吧。还没唱完，还有人脱队了，脱队了。那我也深感幸运的是呢，可以在目前这个公司里面遇到这些人。希望未来这个美人鱼小队呢，可以一起再去别的地方玩水。然后就把它磨死。可能他再也不冒泡，不是因为他逃回，是他。我的天哪！好啦，那下午呢，我们出发世界最大的海族馆。那这是我第2次在冲绳被打脸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想说我在薄荷岛的时候就跟金鱼鲨一起共游了嘛。那这个海族馆呢，又是以金鲨为例，我想说应该没有什么多特别的吧。直到我真的走进去，发现哇，这里真的超多海中生物的，真的很酷。首先，金鲨真的很惊人，但是呢，里面红鱼非常悠哉的游泳也蛮迷人的。然后还有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吃菜的海牛，它吃菜耶。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一直疯狂转圈圈的这个海牛，也真的是很有趣。它小 baby。当然还有游来游去的这种大海龟，基本上整个海族馆真的很大也很好玩，所以蛮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来到冲绳的话嘛呢，可以去体验一下。不过友情提醒大家，就是防晒一定要擦住，不要以为呢它会跟屏东的这个海参馆一样的，所以说都会是室内居多。像这边室内室外的馆区都很大，完全不是一个同一个等级的，所以防晒一定要做足哦。晚上呢，我们就去吃了烧烤，那这家真的非常的不推，所以呢，我把它的资讯放在呢，只是要告诉大家避免去踩雷而已。尤其是他们家的猪，千万别去吃，不要因为以为冲绳的阿古猪很好吃就去吃，这个猪真的吃到了我们想吐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晚上又一群人回到了秘境海滩，然后去放一下烟火，跟欣赏烟火。那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的快嘛。回去呢，我们又得疯狂加班了。不过还是蛮幸运的，透过这趟旅程呢，认识了同事们其他平常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我在帮你看，你的手机在这儿。耶！购物组的伙伴会跟我们分享，其实冲绳算是蛮好买的。据说这边的一些大的品牌、一些名牌，大概是台湾的6折。那据说呢，这个项链呢，在冲绳买呢，便宜至少2万块。那旅程的最后呢，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冲绳机场这个过安检的地方非常夸张，完完全全就是大排场。
龙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准时的在开柜的时候呢，就赶快去托运跟取票，然后马上去排安检。我们那时候就是第一时间就跑去排安检的，结果呢，一直到了飞机的登机时间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安检，只好在机场上面狂奔。那我们这次搭乘的呢，其实是乐桃航空，然后之前听朋友说乐桃航空的空间其实特别小。幸运的是呢，我这一次去回2次的时候呢，空姐都帮我安排在逃生门这边，然后座位就非常的宽敞，那基本上可以说是比传统航空的一般座位还要再更舒适。不过我其实看了一下，其他位置可能也没有像传闻中的这么的小啦，所以说呢，其实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搭乐桃航空，而且冲绳又很近，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嘛。但是呢，暑假的机票真的好像蛮贵的，所以说如果也是想要去冲绳玩的朋友呢，可能可以尽量避开这个暑假，因为我们联航买这个来回这样14000块，基本上可以说是要去东京的这种传统航空的价格了，是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划算啦。好啦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们 Google 了 in Okinawa 的这个行程呢，就到此结束了。那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呢，和我们一起重温了这趟旅程。那如果说呢，你也是喜欢看旅游影片，并且呢，希望在旅途的过程中间呢，获得一些历史故事的话嘛，千万不要忘记来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因为我前阵子的时候，其实还上传了一系列的埃及出行影片，还有东京2024年的必去景点，跟树屋薄荷岛这些上山下海的大冒险哦。就是如果你也喜欢看这些影片的话嘛呢，千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